本第3集迪士尼乐园陆地篇，部分设施已撤除，热门项目应该也有变更，整体上的攻略须知不会差太多啦。本次游玩记录是2024年4月，后来有一些新的设施我就没有去参考了。这一天天气比较差，所以影片录的不算太多，不过刚好我就可以专心做我的攻略。一样影片没有记录到的会写在下方文字栏哦。本集影片章节1。攻略分享2，影片记录3，游乐设施感想4，赛照。迪士尼的攻略与记录，部分游乐设施已废除，有些攻略我写在上一集的迪士尼海洋篇，我写的蛮认真的，还没看的人可以去看哦。常见问题，补充上一集来不及说明的。记得打去银行客服，开启信箱验证刷卡，事先跟旅伴做好沟通。我列了几点，欢迎直接截图。除了抢快速通关之外，还要记得扫完条码马上抢下一场，不要急着进去建筑物，里面可能没有讯号。这边是整理自网络上迪士尼员工的分享，我截取出重要的资讯。迪士尼推荐2、3、4来。迪士尼的烟火是会取消的，烟火也没有想象中梦幻。免费领取迪士尼生日贴纸，我建议排队入场时就可以跟旁边的工作人员索取。迪士尼最热门的达菲熊，迪士尼可以带水，禁止带食物，来都来了就餐厅吃吧。我认为海洋跟陆地都是老少咸宜的选择。我觉得迪士尼的刺激程度也都还可以啦，台湾的比较刺激。迪士尼饭店概略，我会针对乐祥饭店后面做一些补充。入住迪士尼饭店可以设 Morning Call。园区里面限定的扭蛋机，可可酒精做过分享。万圣节是迪士尼唯一可以 cosplay 迪士尼角色的时候。迪士尼窗外总是充满惊喜，图片是新降拍摄。迪士尼入场的小撇步，可以看我整理出来的影片。排队的话，有几率会比较早入园。迪士尼穿搭，超多人穿学生服的。推荐影片，有些规范或技巧不会有变化，所以一些旧的影片还是可以去观看哦。东京迪士尼非常需要查网络上影片的一些攻略分享，我这边整理了几个影片是当初我看了觉得受用良多的，详细的资讯连结我再写在下方的文字栏。常用网页，迪士尼的网页要非常认真看。我们来看看迪士尼乐园的官网，建议你看日文原版，然后再透过网页翻译。如果你使用它其他语言版本，它介绍内容会少非常多，比较没那么完整。这一页显示了入住迪士尼饭店所享有的特权。很多人住乐园都是为了它的快速入园。任何要去迪士尼饭店或是乐园游玩的人，我都强烈一定要看好它官网上的文字。大部分网络上分享的资讯都没有到非常完全，也没有不同饭店的比较。有时漏看一个资讯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规划。快速入园，你可以比一般人还要早15分钟进去。这是你花大笔钱住迪士尼饭店才享有的特权哦。你如果是第一波进去的人，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进去迪士尼乐园，你就可以开始抢门票，所以大家还不能进去的人还没有抢门票的时候，你想抢什么时段，你一定是第一波的。第二个，当你抢完快速通关之后，你可以开始尽情的拍照，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没什么人潮。如下图，迪士尼饭店有分好几个类型，每个迪士尼饭店享有特权不同，也反映在它住宿的费用上面。本片会着重在东京迪士尼乐祥饭店的介绍，补充几个当初我查很久的小知识。假设你今天入住，你不会享有迪士尼的快速入园，你是隔天才有这个机会哦。第二点，你快速入园的门票不能在官网上买，你要到柜台去买。柜台购买就代表你可以拥有迪士尼的实体门票哦。最重要一点，乐祥饭店的快速入园只适用在迪士尼乐园，不能用在海洋乐园。如果你今天入住乐祥饭店，隔天想要用快速入园，你就只能去迪士尼乐园。关于乐祥饭店的开箱，在上一集海洋篇有介绍过，本集影片有记录它的早餐自助吧，后方攻略还会继续提到乐祥饭店的交通跟其他设施。迪士尼官网可以看它门票价格，门票价格是浮动的，并非单一售价。如果你犹豫哪一天要预定迪士尼乐园，不妨来看一下迪士尼的人潮预测，网址连结我一样会整理在下方的文字栏。目前显示的是迪士尼乐园，我们右边还可以切换到迪士尼的海洋乐园。你可以看几个月内的人潮预测，日期显示的颜色可以对应到下面人潮预测的颜色，颜色越深代表人潮越多。这页带你们来看看迪士尼官网订购它的门票以及住宿。首先我们要先注册一个会员并登入。网络有一些人会分享如何注册，因为过程其实比较麻烦一点。
有一些人买门票也不透过官网，是透过 KKday 这些第三方平台来购买。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票记录，没想到我连在迪士尼乐园里面购买的 DPA 快速通关门票也会在这边显示耶。预订饭店的记录也会显示在这边，这边可以给你们检查事先购买状况。如果你是透过官网直接购买，记录都会显示在此。迪士尼官网很常连线有问题，连线太慢，连线不进去都是正常的哦。这是我乐享饭店预订的记录，双人房1晚要38000日元。我住的饭店已经是迪士尼里面最便宜的了。有住迪士尼饭店的人还可以使用我的旅行箱功能，此处可以预排它的餐厅、迪士尼表演等等。有一些活动是需要比较贵的迪士尼饭店入住的人才可以去预约的。由于我本人比较想单纯享受迪士尼乐园里面的一些游乐设施，因此在这边我是没有任何规划的。我唯一有预约的是我们乐享饭店入住提供的早餐，额外付费哦。稍微记录一下有什么活动给你们看一下。接下来我想记录一下购买门票的页面。购票的地方其实都算蛮直觉的，先选人数，然后往下拉就可以看你要的乐园类型，然后日期，最多购买2个月内的门票。购买迪士尼门票有个很重要的提醒，一旦买下门票你就不能免费取消。如果你是迪士尼饭店的住客，又想要拥有迪士尼的实体票券的话，就要注意这点哦。你线上购票后就不能换实体门票了，还有入住隔天后才能去迪士尼乐园使用快乐入园，千万不要买错顺序。这边是迪士尼官方商品，只有日文界面才会显示，如果使用其他语言是看不到的哦。目前显示的是陆地的商品，你切到右边可以看到海洋的商品。我们开启浏览器内建的翻译功能来协助我们阅读，你可以点进去每个商品来看它详细的说明跟介绍。往下拉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可以看到迪士尼园区内有哪一家商店在贩售，推荐你还没出国的时候就可以先锁定想要的商品。这是迪士尼园区外的伴手礼店，不用购买迪士尼的门票就可以在这边消费了。官网还有教学如何线上购买，如果你住在迪士尼的直营饭店，还可以自取。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些限定商品是在园区内才买得到的，迪士尼会不定时推出一些限定商品，蛮推荐来官网上看看的。网址我放在下方，后面我的影片记录也会开箱我的迪士尼商品。这边示范一下迪士尼官方 APP， 让你们对这个城市有一些概念。已经注册完账号，目前城市已经是登录状态。一进来，你可以选择要阅览迪士尼海洋还是迪士尼陆地的园区。这边我点选迪士尼乐园来示范，点开后可以看到 APP 所有的功能都聚集在这边。最常用的 DPA 表演预约，表演还可以切换迪士尼海洋跟陆地，会列出所有的场次，还有许多功能是等你入园后才能使用。这几个功能，当你人不在园区的时候是无法使用的哦，会像这样。点击你的名字会有其他功能，这边可以观看你购买记录，右边是我迪士尼乐园预约的记录，只保留90天内。这个是群组功能，有朋友的话记得把他们加在一起，这样到时候购票会比较方便哦。出发前看一下 Park Information， 这边会公告每天迪士尼的营业时间。迪士尼的营业时间没有固定哦，有时只营业到下午。我要来分享迪士尼乐享饭店踩的坑。预订迪士尼的乐享饭店之后，我发现有很多问题，其实在官网上没有很明确的描述。经过几番折腾后，得到这个回信的网址，我在下方的文字栏再介绍给你们。透过这个网址，我开始无尽的骚扰迪士尼，然后疯狂询问他们问题。经过多方确认后，也确实证明了乐享饭店有蛮多福利是没有的哦。这边再示范一封信，信件我们都是用英文来对话。从这封信我们可以得出乐享迪士尼饭店的几个重点。第一个，你无法从迪士尼乐园的迎宾柜台用免费托运到你的饭店，比较贵的饭店才有这个功能。第二个，我们一样只能使用一般的游客置物柜。第三，乐享饭店提供接驳车，不过路程要20分钟。订房后的通知有一些细节一定要仔细看好。迪士尼饭店不管你多早订都不能免费取消，住宿的费用不包含早餐、停车费，甚至是游乐园的门票。入住时间为下午3点，如果超过晚上8点入住，要提前通知饭店，不然你的定金会被没收，还会被取消房间。记得寄信告知。这边记录乐享饭店你需要知道的事情。网络上我都找不到乐享饭店那么详细的介绍，除了官网上有记载的，我连现场遇到的一些状况都写在这边了。虽然踩坑心很累，但也不至于后悔，还是蛮值得的。这一页是迪士尼乐享饭店的交通方式，
不同饭店推荐的交通方式也不同。乐祥饭店有提供免费的接驳车，从饭店出发，车程约需要20分钟。前一晚我也从海洋乐园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回饭店。我这边有拍到晚上版本的接驳车，这边点选它的时刻表给你们参考，建议大家去之前再看一下它有没有更新哦。左边表格是从饭店到乐园，新苑馆跟探索馆的出发时间不一样。非迪士尼饭店住客的大众交通。迪士尼的度假园区路线总共有4个站，从外面来旅客都是搭乘金叶线抵达武滨车站。接着我们走到度假区总站，前往迪士尼海洋的路上，因为我想要迪士尼的列车实体票券，特地来总站购买，再搭他们迪士尼造型列车。1日票券当天不限次数，不是为了收集的话没有比较划算。看40周年造型的1日车票，实体看质感还挺好的。正反面。跟上一集一样，再做一次迪士尼乐园的地图规划。迪士尼乐园的园区划分，一开始大家都会从世界市集进入，给你们看我地图是如何做规划应用的，把所有感兴趣的景点、地点还有重要设施都标记起来。白色圈是网络人家推荐的拍照景点，黄色框是我必玩的设施，打叉是维修中的设施。旁边我还会补充我觉得这次一定会用到的行程或是重要的资讯。先放好行李在置物柜后，晚上离开就可以直接往东京市区回去咯。这边是让我感到很生气的拍照资讯，网页说明你用园区 APP 就可以扫描购买你想要的照片，可是外国人根本买不到，因为它限定要日本门号。接下来我们放大文字区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我在上方做一些记号，也会额外在上方加上文字来补充叙述。当你完成这份行程地图后，就有明确的方向，记得存到手机的相簿，大部分的时候会使用迪士尼官方的 APP。第2部分影片记录。这边是新苑馆的buffet早餐，我们自己找位置，然后它是自助式的，充满迪士尼风格的盘子。大概带你们看一下乐祥饭店早餐自助吧的食材菜色，成人1人2000日元，食物都做得蛮漂亮的，调味也不差。看我们夹了什么吧，它东西其实蛮丰盛的。看起来都很好吃，我怕他喜欢吃。啊，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汉堡。我们搭接驳车过来，但我们比预期还要晚出门。原本那天一般游客是9点开放入园，结果他们提早放人哦。我大概8点55分抵达，已经一堆人进去了。我这边心态有点小炸裂，因为我昨天的海洋乐园一般游客没有提早放人，唉。结果我今天有快乐入园，然后又迟到，结果我一般游客还提早放人，真是很讨厌哎！刚开园含一般游客的人潮，我快乐入园的第一个目标，冲去城堡拍没有游客的照片，发现刚开园城堡前有表演。我们快速入园，所以现在城堡人还很少。现在拍个照哈。网络上有很多攻略教你在迪士尼怎么拍照，这边我记录了几个人家推荐的区域，如果没头绪的话可以跟着这样拍。我还会把别人推荐的区域标记在我的地图上，影片后方也会放上我的拍照感想。想和城堡留下美照，却发现是人，我都怀疑我是来跟人拍照，千万不要再这样拍了。今天要传授你们2个拍照神位，第一个位在城堡右前方的花圃前，直走右转马上就会到咯，可以避开人群，又可以拍到完整的城堡。拍出来的效果真的超赞。第2个拍照位置在城堡右侧的路桥上，正对城堡的右手方，在这里可以拍到全身照，又能保证背景无人，同样也是超级出片。再也不用修图修到疯了，你记住了吗？鱼野兽使用完 DPA 马上这边抢下一场，不用急着走进去，这边拍个照也不错。左边是一般游客，右边是 DPA 的排队队伍，进入设施的那一刻就可以开始拍照咯。进来后里面还蛮长一段要排队的，不过沿路都有一些场景布置可以观看，队伍的左右边都有不同东西可以看，但你看了右边就看不到左边。这是等一下要搭乘的设施，它是咖啡杯造型，以记录来说会建议坐前面的位置。刚进去的气氛比较阴暗一点。经过恐怖的气氛后，这边呈现强烈对比，也象征着野兽变成王子的故事。
游乐设施玩完之后，不要急着离开。有一些构图是你在这个设施内才拍得到的角度，一旦离开了，你就拍不到了。推荐你离开设施之前，可以留意一下身旁的风景。日乐园的杯面欢乐之旅，很多人都说气氛很好，可是我觉得很吃现场的游客只有你自己在跳的话，还蛮尴尬的。我这一场的游客都比较冷漠一点。工作人员真的是用生命在跳舞，我也蛮希望大家可以回应他们的热情的。实际搭乘视角，机器人，啊，有啊，那个大英雄天团啊。这个玩起来是有点无感的，就是没有太特别或者是太刺激的地方。如果可以甩得更狂暴一点就好了。看来都是亲子取向。吃完杯面后，我们来玩星际旅行冒险续航。这是40周年免费入场，内部呈现一个高科技氛围，精致程度不如《美女与野兽》，整体也算好玩，比较有刺激感。搭乘前需要佩戴3D 眼镜。这个游乐设施搭乘的范围只在一个小房间内。发现官网有提供示意的影片，大概就像这样。那个甩尾速度感体验好像不错，比影片看起来刺激。接下来从卡通城走到梦幻乐园，这个交界处的风景大概长这样，属于小熊维尼的周边。这边是梦幻乐园，游乐设施比较不刺激，所以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地方。这边是小小世界。在特定时间会有人偶出来表演。我们从梦幻乐园走到西部乐园，豪华马克吐温号绕行一圈约12分钟，典雅的蒸汽船载你环美国河1周。发现排队队伍不长，只要20分钟。还有这种天然的云雾，这样拍过去。搭乘游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河面上有许多水上活动，也可以跟火车上的游客招招手。西部沿河铁路会带你绕行一圈。划龙舟体验。海狸独木舟兄弟历险，它跟顽童汤姆指导字幕法一样，过一个时间就不营业了。主法特别的点是有一个区域你只能靠这个方式抵达。图片我圈起来的是汤姆指导。来看搭乘现场，原本想搭竹筏，结果5点多快6点的时候已经都关了。这是迪士尼的舞台剧表演。我40周年遇到了米奇魔法音乐世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时刻表，一天有蛮多场次的。对于那些没有看过舞台剧的人，我推荐给他一次机会尝试看看。表演过程不能录影，这边就用官方的影片来示范一下。呈现的主题跟画面中是一样的。现场的音乐剧让人蛮享受它音乐氛围。不过我们实际坐的位置不会那么近，像影片那么清晰。在迪士尼看每个表演有个注意事项，请将头上的饰品或发箍拿下来，避免挡到后方的观众。观赏座位有分好坏我们免费仔就是最不好的位置，距离稍微有一点远。看完米奇音乐剧之后，我们来中央大道咖啡餐馆吃午餐。位置如图所示，位于世界市集，室内空间长这样。在官网可以看菜单，不过只有英文版本。通常在上方的都是期间限定的餐点，期间限定不见得比较好吃哦。常驻餐点还有加购的一些商品。咖喱的味道是还不错吃不过你看这个价位实在是有点贵这边就是吃个仪式感，不会饿到就好。接下来就是迪士尼必看的游行，白天唯一的一场游行。迪士尼乐园的游行这次我就没有买 DPA 了。网络上你可以查到许多关于游行的攻略，有些人会很早来卡位，然后另一个人去买食物来吃。首先你要先知道游行有个路线，有些游客选择在起点看完马上冲去拍其他设施。我舍弃这个想法，因为我希望游行的背景是城堡。这个位置大概是我下午2点抵达站位的状况。你们看一下现场人山人海的模样。中间道路的部分会有工作人员来维护现场。我这个座位也是网络上推荐，跟付费区域非常靠近，肯定不会太差。你看，背景是城堡，整个就很梦幻不过我觉得一般游客不用追求这种画面。我个人是因为想拍照才卡在这个角度，录影放进片段也是蛮漂亮的啦。影片大概记录了1分半，
有记录不同角色的出场哦。官方说明演出时间为45分钟，那个是从起点到终点的时间。像我待在同个地方，基本上花20分钟就可以看完全部游行了。我这个位置是游行开始10分钟后会陆续抵达。一结束我们就马上用跑的，锁定一个排队时间不用太长的设施。探险乐园的加勒比海盗，它的主题是《神鬼奇航》这部非常有名的电影。这个设施完全都在建筑物内，气氛比较阴暗，有时候有点惊悚，会看到许多海盗以及骷髅。大部分时间必须处于黑暗中，有时会有高速刺激性的部分。设施本身需要沉船。体验不会让你失掉，可以放心。我觉得这个设施最特别的是，可以跟海蓝湾餐厅隔岸相望。很多人会怀疑这是真的人还是假人在用餐，太逼真了。我们误打误撞来到了丛林巡航，勇闯野生世界。这个设施也需要搭船。跟前一个加勒比海盗不一样的点是，它是户外空间。位于探索乐园的25号，它会绕这个河流一圈。环境有点像亚马逊丛林，沿途可以见到大象、鳄鱼、狮子等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座位的话，果然还是第一排，视野最好。也会进入到比较黑暗的区域，像是隧道中。内部录影效果不太好。下午开始变天，下起了大雨。我们就近找了一个室内可以躲雨的地方，于是我们来到了提基神殿史迪奇的剧场。老实说，这个我没有很推荐，觉得有一点无聊。或许很大的因素是我不是史迪奇的粉丝，现场的游客说实在的也蛮少的。不含准备时间的话，整段表演大约10分钟，觉得经费差的有点多，这动起来有点假。给你们看我现场录影的画面。迪士尼的城堡也可以进来吗？想知道童话里的公主都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原本只是想找个遮蔽风雨的设施，结果来到了梦幻城堡仙女奇缘童话大厅。要注意，设施晚上没有营业。场景布置是关于灰姑娘仙杜瑞拉与王子相遇的城堡，需搭乘电梯至城堡上方。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王子的宝座、灰姑娘的玻璃鞋。该设施老少咸宜，不过整体偏静态。城堡热门景点，原本想帅气一番，通过 DPA 预约到了迪士尼乐园最恐怖的飞剑山。游戏体验没有看起来那么恐怖。设施位于动物天地，
让你搭上圆木舟，展开刺激的冒险之旅。会从16公尺高的瀑布往下冲，然后还会给偷拍照哦。照片上你可以发现他们穿上雨衣。注意了，坐越前面湿越多，像我坐在最后面就都没有湿。我要再抱怨一次，没有日本门号就不能买电子档的照片。这是我们记录的画面，搭乘前的画面。排队过程中，你时不时会看到投币机里面有贩售雨衣哦。原本要去搭竹筏到汤姆之岛，结果已经打烊了，时间也差不多要去卡位晚上的游行了。可惜突然下雨，公告停止游行。趁着傍晚时间来拍蓝调的城堡，就没办法像早上一样避开人潮了，到哪都是人。带着充满遗憾的心，我们要去觅食了，实在太饿了。我们来到了梦幻乐园的加斯顿餐馆，我点了网络上推荐的法国吐司跟猎人派，但我觉得不好吃。别的我没什么兴趣，就是什么薯条。生菜。为了等晚上的烟火，我们利用空档四处晃晃，毕竟剩下的时间也不够我排一个大型的游乐设施。晚上的卡通城，光线比我想的还要不够明亮。逛卡通城，意外发现2个设施晚上不用排队。第一个是女灵公馆，一个自由参观的建筑；第二个奇奇蒂蒂橡树屋。由于我没有记录，所以这边是取用迪士尼官方的影片。这2个景点偏向儿童取向，我个人是没什么兴趣啦。晚上我还有玩一个叫太空山的设施，由于设施已经停止营运，所以我从网络上截取一小段来给大家看一下。其他国家迪士尼可能还保有这个设施哦。太空山是穿梭于宇宙的云霄飞车，我本身偏好速度与刺激感，所以这个设施我还算是蛮喜欢的。全程几乎都是关灯的状态，只看得到繁星闪烁，只需要尽情的尖叫来抒压。接下来就是等迪士尼晚上的烟火。这边提醒一下摄影师们，如影片所见，在放烟火前，路灯会关闭。原本想利用路灯来帮人像打光，只能放弃这个念头了。环绕一圈，看一下现场的人潮。在前一集就已经说过了，迪士尼的烟火真的不用期待。烟火结束后，我就冲去排下一个设施。这边是晚上的明日乐园。偷偷跟你分享一个小诀窍，只要你在闭园前排入任何一个设施的队伍里，例如你打烊前的最后1分钟排入了一个要等待1小时的队伍，它还是会让你排哦。然后你玩完这个设施后，还可以慢慢走出去，像个 OK 边走边拍照出去。然后发现商店居然还有开着的耶！同时你会发现这样做的人不是只有你。于是我参加的最后一个设施，怪兽电力公司迷藏巡游车。设施体验就像官网介绍的一样，搭上巡游车，亮起手电筒，找出所有隐藏的怪兽们。这个蛮受小朋友欢迎的，设施算是蛮精致的。大部分的场景需处于黑暗中，不过我觉得射击的体验感差强人意。你根本不知道你射中了什么，然后也不知道你分数多少，不能跟专业的射击游戏相比。这个游戏也会拍照哦，我还是不太懂为什么它背景不放漂亮一点。又到了离场的时间了，拜拜。我们今天要搭 JR 离开。站的北口比较不用排队，验证了，真的。然后售票口也人少很多。Part 3 游乐设施感想与战利品分享，皆为2024年的记录。DPA 快速通关付费区，40周年优先入场卡免费区，表演游行区，迪士尼表演的音乐都蛮好听的。老少咸宜交通区，一般设施比较偏冷门，这边记录比较多，所以分2页。这一区偏参观的设施，食物记录，觉得饭店早餐最好吃。拍照区，不过我觉得还是海洋比较好拍。战利品分享，商品须知。迪士尼战利品我买的不多，针对我买的部分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士尼必买的袋子，这真的超好用，它已经变成我旅行必备了。然后它每次推出的图案都会不一样，我这次是买当时限定的达菲系列，但是我只要出国就一定会带它，尤其是你在免税店的时候，它真的超好装，记得必买。可以买不同图案，挑一个你喜欢的，或是限定款来买。达菲熊只有在海洋乐园买得到哦。迪士尼的糖果饼干，图片这个铁盒已经绝版了。我看官网又推出新的款式。迪士尼的糖果饼干我买了3种，基本我的感想只有甜跟很甜。
包装跟食材本身都做得非常漂亮精致，价格没有贵到买不起。像这盒就是1500日元，拍谁啦？我里面都吃完了。它有超多款式的巧克力饼干，然后每一片都长得不一样。图片还有另外2盒点心，左边这盒我觉得味道也还可以，中间的小熊维尼是蜂蜜蛋糕，超甜。右边这盒是神灯咖喱，它有2种口味，味道都还蛮浓郁的，里面没有肉，只有酱，要自己煮。小小世界的纸胶带3入套组，日币1200元，还有3种粗细，手作控可以收集一下。迪士尼的头上配件，它底下是2根发夹，没夹好头发会痛。迪士尼的泡泡枪，这个也是当时40周年限定款，但说真的，我非常不推耶，它泡泡量超小，然后又很小颗，不太好用。角度不对的话，泡泡甚至会出不来。体积偏大，重量也不轻，真的是有点后悔买这个东西。只在迪士尼派得上用场，回台湾没用过。这个我很推荐的迪士尼商品。四角形内裤，迪士尼官网没有看到内裤的商品，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卖。它真的是很可爱，你看这个尾巴超可爱，而且还蛮好穿的。另一件是米老鼠造型，你看它有尾巴，很推。我真的觉得内裤可以买，比起购买一般服饰还更有惊喜。战利品总结：购物袋跟内裤必买，头饰很推荐，但如果能用借的就用借的，或用租的。Part 4晒照可以参考我们拍摄构图。Te encontré sin buscarte sin amor.Vos tan cruda, yo al galope y sin razón. Nos fuimos a sembrar un vivero sin color y una lluvia inundó lo que quedó. Igual te invité a vivir al palacio del terror. Yo vivía dentro de un caparazón. Nos soltamos de la mano aquella vez.Vi tu espalda y un infierno comenzó. Hicimos todo mal y ese beso lo valió. Hagamos algo bien y te doy mi corazón. Hicimos todo mal y ese beso lo valió. Hagamos algo bien, grita un pobre corazón. Ok, yo te crucé después por las calles del dolor.Y yo volví a ver el sol. Nos tomamos de la mano aquella vez. La causalidad más